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微博，敬请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62期迷彩虎讲堂，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迷彩虎。记得前段时间和大家聊了聊印度的航空制造业黑洞 HAL， 看着诸位观众老爷对此兴趣浓厚，虎哥觉得既然是日常任务嘛，还是要持之以恒的好。既然说完了天上，那今天虎哥就来和大家聊聊印度造船的那点事儿，相信你们一定支持，对吧？如果说 HAL 是印度航空业的泥石流的话，那么印度家那一众造船厂就可以说是个个皆奇葩了。印度海军目前总兵力55000人，下辖各型舰船155艘，拥有双航母编队的印度海军一直致力于将广袤的印度洋变成自家内海。正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印度在满怀憧憬的期待自己有朝一日制霸印度洋的时候，自家的船却在船厂里搞出了大新闻。这个大新闻就发生在印度孟买的海军船厂。说起孟买海军船厂，许多军迷应该是如雷贯耳。不过倒也不是因为它造出了什么著名舰艇，而是因为在这里，印度海军的基诺级潜艇辛克拉克沙克号首开战绩，利用艇上搭载了2枚 3M5411 俱乐部反舰导弹，成功摧毁了船厂的港口设施，并把自己彻底凿沉。如果说这是基诺级潜艇的首个战绩的话，那么大洋黑洞的名号就算是彻底的砸在了印度人手里。然而俄罗斯表示，这个锅我们坚决不背，毕竟在事发的前一年，也就是2012年，辛杜拉克沙克号就远赴俄罗斯进行了系统化维护与升级，质量问题不存在的。事后，印度海军查明，事故原因在于潜艇在船厂中装载俱乐部反舰导弹时，第二特别舱中的导弹因为人为失误造成短路，进而导致了2枚导弹误射。第1枚就精准地摧毁了码头设施，第2枚选择不走寻常路，破艇而出，给双壳体的潜艇炸了个透心凉。18位不明真相的艇员全部遇难。在经历此劫之后，辛杜拉克沙克号也只能提前并退了。当然，早在2010年，该潜艇就在船厂日常维护中发生过火灾。虎哥也不禁感叹，论玩火，还是恒河两岸的同志们比较高端。但如果你们认为孟买海军船厂的威名仅此而已的话，那还是图样了。毕竟喝了恒河水，有啥事儿是印度做不出来的？当然了，这次印度海军布拉马普特拉级导弹护卫舰贝瓦德号又躺枪了。为什么说是又呢？作为布拉马普特拉级导弹护卫舰的第2艘，贝瓦德号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孟买出状况了。2014年1月，贝瓦德号护卫舰在进入孟买海军基地时撞上了水下的不明物体，致使舰体严重受损，差点开膛破肚。2年后，当贝瓦德再度回到伤心之地时，估计还在乞讨着憋出什么乱子吧。然而，依照他们的剧本，你懂的。2016年12月5日，完成了维护的贝瓦德号在离开孟买海军船上时，因为船坞枕木失效，直接侧翻在了船坞里。那画面太美，虎哥实在不敢看。这艘3500多吨现代化驱逐舰如咸鱼一般躺在了船坞里，还顺便让2名路人遭了殃，搞得印度海军尴尬不已。而说完了多灾多难的孟买海军船厂，再来看看印度造船业的另一个奇葩所在——印度科钦造船厂。成立于1972年的科钦造船厂是印度一个完全国有化的造船厂，也是印度唯一可以建造与维修10万载重吨船舶的造船厂。正因为如此，它也被印度国防部钦定为国产航母的诞生地。这艘航母就是印度的新维克兰特号。按理说，3万吨级航母的制造，对于拥有大型船舶制造与维修经验的科钦造船厂，应该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但对于沾边烂属性深厚的印度来说，自建航母之路注定不太平。2008年开始建造的维克兰特，在2011年就爆出了下水的消息，搞得一众军迷艳羡不已。然而，看着照片那艘无动力、无设备、无战机的3无航母被拖船牵出船坞的时候，大家恍然大悟，原来印度风采依旧。至于它被拖出船坞的理由嘛，其实就是设备迟迟不到位，而船厂还需要承接其他建造任务，就只能让这个空壳子把船台腾出来了。之后，在2011年，
和2013年，维克兰特又以相似的理由被下水了2次，依旧维持着现状。期间，辽宁舰加入了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现在，国产001A 航母已经下水了，可维克兰特却依旧在难产。至于这新航母什么时候能改善印度海军航母青黄不接的情况，虎哥表示，这个只能随缘了。说起来，这几年印度军购没少被俄罗斯坑，然而中国却鲜有出招，这其中有何缘由呢？微信搜索迷彩虎，关注后回复印度了解详情。说了这么多，其实不难看出印度对于来水的引望。然而现实中，制造业的缺失与管理制度的松懈，经常性的造成还未杀敌800，却先自损1000的尴尬场面。无论是印度空军的飞机频衰，还是海军战舰的奇葩遭遇，无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防体系对于军队装备系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当然，看似调侃的案例也值得我们借鉴与警醒。而关于更多的日常任务，虎哥也会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完成。咱们下次再见。迷彩虎现已推出历史、游戏等视频节目，请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安装迷彩虎或关注迷彩虎微信公众号收看。还有每期配乐和往期视频，别忘了关注、点赞和打赏。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谢谢。